除夕早上，我替我爸回村给60岁以上的村民送红包，怎料村民们刚摸到厚度就立刻变了脸色。5年前1000，现在还是1000，你们季家打发叫花子呢？你们季家可是首富，这么点塞牙缝的钱也好意思拿出手？就是越有钱越抠门，还首富呢，这样抠门早晚破产。咒骂声此起彼伏，我气笑了，反手就把送出去的红包全抢了回来。你们说的对，这钱确实拿不出手。我扫视着瞬间安静的人群，所以这抠门的红包以后没了。你知道拿不出手就好。李大叔原先还笑着的脸，在听清我最后一句话后立刻僵硬。什么？我拍打着红包，一字一顿重复。没错，这钱拿不出手，所以以后没了。人群中的刘大爷看我不像开玩笑，眼珠子转了转，按住就要发怒的李大叔走上前打哈哈。孩子，你别气，你爸答应每年给村子里60岁的老人发红包，你李大叔今年刚满60，这才激动了点，你别介意。而且大家伙听说是今天发红包，一大清早就赶了过来，把田里的活都落下了，你还是赶紧把今年的红包发了，别耽误大家干活。再说了，这发红包的规矩可是你爸定下的，你可不能因为李大叔得罪了你，就把气都撒在我们头上了。听完这话，我心里更冷了。刘大爷脸上笑得和善，说的话乍一听像在说和，但实际上都是在说我不好。他这几句话不但说明了我小肚鸡肠，怨恨李大叔，还点明了我是非不分，不讲信用。明明按我爸规定约好今天发红包，现在又不发，害得乡亲们还白白耽误地里的活计。果然，村民们一听都闹了起来，七嘴八舌的骂我不是。往年都是季国强来给我们发红包的，怎么不见有这幺蛾子？今年换他儿子来就这样，还真是小孩子不顶事，心眼还小。没错，季家迟早败在他手里。我深吸一口气，和司机把红包收好。季家怎样就不劳你们费心了，我们这就走，不耽误你们做田里的活。我话音刚落，就被一只手推倒在地。我们让你走了吗？你拽什么拽？你们季家是首富，又怎么样？还不是从我们村子里出来的。李大叔把我推倒后，又转身对村民们说道：“他季国强吃咱们村子的水长大的，现在付了回报村民本来就是天经地义。再说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什么不得花钱？他赚那么多，还是按5年前只发1000，这不是瞧不起乡亲们吗？”村民们纷纷应和：“就是，1000塞牙缝都不够，能顶什么用？他自己住大豪宅，天天吃山珍海味，却只给我们1000，不是瞧不起我们是什么？”我爸这人最重感情，自从富起来后一直帮衬村里人，不光架桥修路，给村里建希望小学，就连村里的大学生也都是我爸出钱供的。5年前，我爸回村过年时，看到要强的邻居大爷舍不得花钱买肉，整个人都饿成皮包骨了。我爸看不下去，直接宣布每年除夕早上要给村里60岁的老人发1000元红包。这一发就发到了今年。想到出发前我爸给我嘱咐的，村里老人都和善得很，咱们家赚了钱，总是要记得多帮衬村里人的，记得千万别拿村民们送的鸡蛋。谁能想到鸡蛋一个没有，反倒是送钱还送出仇怨来了。明明是好心，却被当成理所当然，甚至还像是我们欠了他们的一样。想到今晚是除夕夜，我也懒得计较，转身就要和司机上车回家，谁知道却被人拦了下来。还是李大叔，他扯着我的袖子，满脸怨恨。我说让你走了吗？我可是听说了，季家今年赚了几百亿，咱们可不能吃这个亏。按理说5年过去了，季家应该给我们发5000的，那我们就先拿1000，剩下的再去找季国强要。眼见村民们蠢蠢欲动，我赶紧大声禁止。我说了，今年不发红包，你们明讲是犯法的。我的劝告无用，下一秒，司机手上纸箱装着的红包被涌上来的村民们分起，拥挤的人群中不知道谁狠狠打了我几个巴掌。等场面稳下来时，我的脸上都是火辣辣的疼。李大叔瞧见了，更是直接笑出了声。活该，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教训，还不赶紧带我们去找你爸拿剩下的4000？我大声反驳。你想得美！我看向村民，你们抢钱是犯法的，现在把红包还回来，我就不和你们计较了。你这孩子真是不要脸，明明是你季家欠我们的，还让我们还，是不是那几个巴掌还没把你打清醒？村民们说的没错，我爸是首富，不过这也只是近2年的事，没人知道5年前发红包的时候正是季家转型的关键时刻，公司资金链紧缺，再加上扶持村里的其他福利项目，我爸根本就没有多少可支配的现金，就连当时给村民们发红包的钱也是我爸借了朋友的才勉强凑出来。然而现在李大叔还在叫嚣着让我赶紧带他们去找我爸拿欠他们的4000元，我实在不知道这个欠是从何而来。司机将我护在身后，让我先别和村民们硬刚。我刚要点头答应，谁知道村民们反而蹬鼻子上眼。4000哪里够？物价又不是今年才涨的，大前年都涨了，真要算清楚，应该得还咱们12000才差不多。还有，他今天耽误了咱们做工，得赔咱们误工费，也不多要，1人3000就行了。况且进城要钱可是要路费的，咱们年纪这么大了，一来一回可折腾了，不得再给个5000怎么够？更别说今天可是除夕，这么好的日子触了咱们的眉头，他不得给我们赔个几万块钱的精神损失费啊！刘大爷清了清嗓子，孩子你也瞧见了，你们季家赚这么多钱，给这么少确实是不地道，都是一个村的，也不坑你，直接凑个整就行，那就赔给我们每人10万块就行。这回连刚刚还在劝我的司机都忍不住咂舌，这是抢钱吧？你们这也太不要脸了吧！村民们却对着刘大爷点头，还是刘大爷说话公正。恩将仇报就不说了，他们还真当我季家的钱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啊！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有30多号人，一人给10万，那不是300多万了？谁能想到我爸一番好意给村民发1000元红包过个好年，竟然会被倒打一耙到欠数百万？我从包里掏出手机，行啊，不就是钱吗？我季家多的是，就是不知道等我爸来了，他们有没有这个命拿了。
我打开通讯录要给我爸打电话，谁知道点拨打的前一刻，我的手腕被人用力一拽，我一下子摔倒在地，手机也直接摔在地上，屏幕粉碎。李大叔把我的手表摘下来仔细端详，瞪着眼珠子对着我破口大骂：“天娘嘞，几十万的表，你说带就带啊！”村民们一听也大惊，就这么一个破表就要几十万，都够起一栋楼了，他怎么敢的？我就知道纪国强没那么小气，他发给咱们的钱肯定是被这小子给偷用了。我站起来下意识反驳：“我这表是几十万怎么了？是我自己挣钱买的，跟你们有什么关系？这个表是我创业赚的第一桶金买，对我有特殊的意义。”我伸手就要把表拿回来，却被人迎面打了一跛。嘿，你个毛头小子还敢顶嘴了！我被李大叔打得脑瓜子嗡嗡响，幸亏司机扶着我，不然指定又摔了。这回我再也忍不住了。红包的事我可以不和你们计较，但是表的还我，不然我就报警。吵闹的村民终于安静了一瞬，却又突然炸开。呸！你的表，几十万的表还你挣的？我记得没错，你才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班都没上过呢，还你挣的？就是，这表明明就是你爸的钱买的，你爸的钱就是我们的钱，还你个屁！还报警？你贪用我们的钱，你哪来的脸敢报警？而且他季家凭啥能成首富？大家就没怀疑过吗？我捂着脸，心头一紧，就听到他信誓旦旦道：“咱村子里这么多穷人，指不定就是他季家把大家的财运吸光的，不然他家凭什么成首富？不然他又怎么会好端端的一连5年要给咱们老人发红包？说不定他就是亏心。”这回我真是气得连身上的痛都忘了。我季伯长活20几年，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不要脸的人。我爸明明是一片好心，却被他说成别有用心。李大叔的话却像是冷水滴进油锅，瞬间炸开。于是更难听的话都出来了，就是我说呢，怎么我家越来越穷了？原来是季家吸走了我们的财运。没错，他要是不是心里有鬼，怎么会好端端的给我们发红包？而且老李说的也没错，现在都什么物价了，1000块钱能做什么？打发叫花子呢？他儿子动辄买几十万的表，却每年只给我们1000元，不行，我们得让他赔。季家今年赚了几百亿，不得赔我们一人几十亿怎么行？李大叔像是得到了莫大的鼓舞，看着我目光灼灼。来，我们把这小子押到纪国强面前，他最爱他儿子了，我就不信他儿子在我们手里，他不肯还钱。司机站在我面前护着我，少爷，你快往车上跑，这群刁民什么事都能做出来的。我转身就跑，却被人拽住衣服领口，恶狠狠的声音从耳后传来：“想跑，晚了。”听到我的惨叫声，司机不知道从哪摸到一根棍子，用力一敲拽住我衣服的手，把我解救出来。好在司机高大威猛，手上又拿着棍子，村民们一时不敢乱动。现在是法治社会，你们乱来是犯法的。这些年来，我爸真心实意为村里做事，你们良心都被狗吃了吗？还什么我爸吸了村里的财运，你们也太不要脸了。前些年我爸在村里花了几千万发展旅游业，还不是你们抠搜小气把客人吓跑了？你们整日游手好闲，就想着天上掉钱，哪有这么好的事？你们再乱来我就报警！我的话似乎镇住了村民，我和司机趁机跑回车上，几乎是车门关上的瞬间，李大叔提着铁铲冲了上来，幸亏车门关得快，那一秒内铁铲就要砸我头上了。大家别听他放屁，这些年经济不景气，倒闭了多少企业，他季家还是首富，明明就是吸光了咱们村里的财运。有人犹豫道：“但这小子也没说错，咱们拿到红包也就算了吧，闹到局里确实不好看。”李大叔闻言大怒：“算什么算？而且有什么不好看的？咱们都多少岁了，去了警局也拿咱们没办法，怕什么？要是放跑了他们，就真的1分钱都捞不到了。”听到没钱，村民们也不管了，直接一拥而上围在车子四周。司机怕闹出人命，不敢强行开车。刘大爷站在我车前，一脸伪善的装出苦口婆心的模样：“小子，叔叔爷爷们年纪大了，一时脑热冲动了点，你别计较，这都是为了咱村里好。你爸一个人吸光村里的财运，确实不地道。我们这也只是想要回一点本该属于我们的那份而已。你要是听话点，也不至于闹成这样。”我冷哼一声：“你说这话你不害臊吗？”李大叔急了，拿铁铲拍打着车窗：“给你脸了是吧？还敢给我躲到车上，看我不把车砸了！”司机忍不住替我开口：“这车几百万呢，你砸，你赔得起吗？”李大叔更生气了：“我就说这纪国强怎么这么抠门，原来这钱真的都被你这小子花光了。这车我今天还非砸不可，你怎么配用这个贵的车？我就砸了又能怎样？老子都是半截身子要入土的人了，有本事告我啊！”俗话说，怂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看着李大叔这煞神模样，我真的慌了，身子止不住的发抖，生怕他破窗而入。李大叔，我那个表就送你了，求你就别砸我的车了。铁铲又重重的砸在车窗上，玻璃被砸出一道裂痕。李大叔得意的声音传进来：“我呸！现在求饶，晚了。而且你打发叫花子呢？几十万就想把我打发走，你醒得到没？只要你在我们手里，问你爸要个几百万，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像是印证他这话一样，他直接把我的表扔在地上，狠狠的踩烂。随着一声玻璃破碎的声音，我的车窗被砸烂，粗粝的手掌伸进车来，我的车门被打开。司机一手难敌重拳，我被硬拽着拉下车。死小子，看你还狂什么！我绝望之际，传来一声熟悉的怒吼：“住手！我看谁敢动我纪国强的儿子！”闻言，我喜出望外，我爸终于来了。幸好上车后，我第一时间用司机的手机给我爸发消息，我爸才来得这么及时，还不待我开口，李大叔就先摆出一副问罪的架势：“小季，你来了也好，你看你儿子背几十万的表，开几百万的车，你就给村民们发1000的红包，这说不过去吗？还有你看看我的手，被你的人打成什么样了，得给我赔医药费。”李大叔手上的红痕是他拉着我头发时被司机打的。他走到我们面前，脸皮不是一般的厚：“小季，也不是我说你，你这么大的产业，就一个那么败家的儿子顶什么用？”他搓了搓手，舔了舔嘴唇，眼热的看向我的库里南：“我瞧这车也不错，砸
查了老半天，这窗才坏，你就给村民们一人买一辆这样的车吧，然后加上这些年克扣村民的红包钱，就在一人补偿100万吧。我爸皱眉，克扣的红包钱，生怕我爸不认账。李大叔猛地提高音量，还一脸理所应当。那可不，我可是找大师算过了，每个村子的财运都是有定数的。咱们村子这么穷，就是因为你把村子里的财运都吸走了。你自己也知道，亏心每年给村里老人发1000元红包，可是这1000元够什么用？可不就是克扣了吗？我爸突然笑了，看向一旁的村民问：“大家也是这么觉得的吗？”村民们本来还觉得李大叔过分，怕我爸生气，可现在看我爸一脸笑意，说话还好声好气的，他们顿时胆子就大了，于是异口同声答应说他们就是这么认为。我爸看了看我的脸，这是有点大，得慢慢说。村民们欣喜若狂，有钱有车的生活仿佛唾手可得。下一刻就听到我爸的声音传来：“那就去警局说吧。”所有人都愣住了，村民们一头雾水。纪国强不是笑眯眯就要答应了吗？怎么要闹到去警局的程度？刘大爷撑着拐杖走了出来，打哈哈：“小纪，都是一个村子的，何必要闹着这么难看呢？而且你家大业大的，何必计较这点钱？”李大叔鼻孔朝天，一股子流氓头子模样。报警又怎么样？我都60岁了，他还能关我不成？就算关了又怎么样？我这把年纪了，正好包吃包住。1个小时后，所有人都被带到了警局。警察听完我说的话，看着村民是一言难尽，忍不住替我家说话。人家免费送钱给你们是好事，怎么能这样欺负人呢？你们怎么能打人？村民们也纷纷应声。打人？我呸！他小子胡说八道，有什么能证明是我们打的？没错，每年季家都是在除夕早上给我们发过年红包，这红包明明是他们送的，怎么能说是我们抢的呢？刘大爷看着我爸，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小纪，我们知道你这几年成首富了，看不起村里人，但你也不能这样冤枉我们吧？你挣了几百亿，我们也没嫌弃你给的1000元少啊，怎么能说我们是抢呢？我和我爸都被村民们不要脸的程度惊呆了。我颤抖着手指着李大叔：“那我的表呢？总不能是自己坏的吧？你敢说不是你抢过去亲手踩坏的吧？还有我脸上的巴掌印，你敢说不是你打的吗？还有我的车，你们敢说不是你们亲手砸坏的吗？”闻言，李大叔突然委屈了起来：“这些明明就不是我们做的，要是说成是我们做的，你能心里舒畅点，就当做是我们做的吧。反而村民们已经拿了几年季家送的红包了，受点气也是应该的。”说着，他竟然还硬生生挤出了几滴眼泪，一副受害者的模样，甚至还把红包还了过来。这1000元的红包我也不敢要了，你们季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人老了就是好这样的，做什么都招人嫌弃，我还不如死了算了。李大叔猛地朝我和我爸跪了下来，声音悲惨：“都是我的错，你们说的都是对的，只要你们能开心，我怎么样都好。”我和我爸吓得后退，警察更是连忙蹲下把人扶起来。这副可怜模样，连警察都动容了，开始用怀疑的目光看向我和我爸。这老人家说的也不无道理，人家一把年纪了，总不能是故意坑你们的吧？你们看着光鲜亮丽的，没必要和老人家计较这么多吧？既然拿不出证据，你们就私下解决。听到这话，李大叔突然不哭了，反而中气十足的开口：“等等，不能私下解决，他没有证据，但我可是有他伤害我的证明的，他得给我赔钱。”李大叔掀开袖子，手臂上是一道道骇人的青紫红痕。我被吓得一愣，这分明就不是我们弄的，他却扯着嗓子大喊：“这就是物证，还有村民们都是我的人证，我这伤可是季家司机打的，得给我赔钱，不能赖账。”村民们纷纷替他作证，绝口不提对我动手的事。警察也劝道：“这好端端的，有什么不能好好说的？你瞧瞧老人家都多大年纪了，怎么能对老人家动手呢？”司机看不过眼，立刻替我开口解释，却被村民们喧闹的声音压下去。见我不说话，李大叔的戏又演上来了：“季家欺负人，恶意殴打我，人民公仆可要给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做主啊！”这回我真的忍不住了，这年头也不能谁会哭谁有理吧。我走上前：“得啊，不就是伤吗？谁没有事的？警察叔叔，我要求验伤，并控诉村民们对我动手，毁我财物。”李大叔也叫嚷着要验伤。很快，我们的验伤结果出来了，而我的比他还严重。面对我的要求赔偿，他就变了：“你又没证据能证明是我们动的手，真是笑死人了。”我也笑了，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谁说我没有证据了？我的车被砸得稀巴烂了不假，但好在行车记录仪还在。而被我从车上拔下的储存卡清晰地记录下了村民们所有的恶行。村民们开始慌了，特别是警察说出他们不仅需要被拘留，还要赔偿几10万后，开始一个个向我求饶：“孩子，你看你爸都做了这么久的善事了，你就行行好，放过我们吧。”听到这话，我爸比我还生气。亏你们还敢提起我做的善事，可你们是怎么欺负我孩子的？这事没完，全都得给我赔偿。眼见我和我爸绝不松口，村民们开始将矛头对准李大叔。李大叔被他们推搡着乱成一团，警察们好不容易才把人分隔开。就在这时，李大叔接到一个电话，愣了好久，突然喜笑颜开。隔着几个人，李大叔一脸得意地看向我：“你拽个屁，不就是几10万吗？老子有的是钱。”村民们愣了：“李狗蛋，你发什么癫？穷疯了吧？我们可不管，你就算是疯了，也得自己把这窟窿补上。”李大叔冷笑一声，挺直腰板：“钱是什么稀罕东西吗？”村民们摇头：“自己一年到头都挣不到500块，一个领政府补贴的人还在这说大话，真是疯了。”李大叔依旧笑着：“疯个屁！咱们村子要被政府征地了，每家拆迁款动辄几百万，这几10万算什么？”很快，村民们一个个接到家里打来要拆迁的电话，于是刚才还向我们求饶的人，一个个又拽了起来。不过区几10万还给你就是了，谁没有一样狗眼看人低的东西？连警察都被村民的超绝变脸惊呆了，朝我和我爸投来同情的目光。我冷笑：“那你们倒是把钱赔了。”很快，他们一个个的要么动用家里的存款，要么抵押房产借上了高利贷，总归是还上了我们的钱。他们抢去的红包一个一个的砸在我的脸上。
嘴里还念念有词。死抠门儿，打发叫花子的玩意儿，谁稀罕？我一点都没有生气，因为我知道他们才刚刚踏上死路，毕竟有的钱不是那么好拿的。李大叔未满70，按照法律他要被拘留15天，但他一点都没生气，反而还盘算着他这笔拆迁款要怎么花。我毫不关心，拿了钱就走，毕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1个月后，我的婚礼如期举办。交换婚戒的时候，大门被轰然打开，以李大叔为首的那群村民又重新出现在我面前。村民们满脸怒容，带着一大群直播网红对着我们就是破口大骂。你们季家真是丧良心的，害得我们倾家荡产，还有脸在这里举办婚礼。我见状，对着耳边的专属连接保安的麦克风小声道：“把门关上。”1个月没见，村民们都变得更狼狈了，他们身上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就连头发都脏得硬挺，一副逃难的模样。当着大家的面，李大叔对着他带来的直播网红们开始哭天抹泪的痛斥我们首富季家欺负人。季家不仅抢回许诺的红包，还把自己的车砸坏，讹我们几10万，逼着我们借高利贷还钱，甚至花钱勾结警察关我们。这月我们食不果腹，被债主追着躲，实在走投无路，才找网红帮忙，求季家还我们钱。季大叔和村民们说的满目凄然，配合的天衣无缝，而我和我爸还是一副无动于衷的神色。网红们被气得眼睛都红了，把手机对到我的面前，痛斥：“把60、70岁的村民逼成这副模样，你们季家的心是黑的吗？”我直接走到前面，然后看清了正在直播的实时弹幕。我靠，季家可是首富，他们的钱不会就是这样坑人坑来的吧？真假呀？我前段时间才写了一篇赞扬季家慈善的新闻稿，难道季家都是面子工程吗？楼上的是不是蠢？季家不装装样子，怎么骗你们这些人的支持？怎么去骗更多的钱？看了半分钟，现在都是骂季家的弹幕，我深吸了一口气。季先生，现在不是从前了，法治社会人人平等，你们季家是首富，又能怎么样？欺负人一样得付出代价。他口中的代价很快就来了。我爸的秘书接了一个电话，急忙道：“不好，我们季氏集团的股票一直在下跌，市值已经蒸发1000万了。”这话一出，连参宴的宾客们都开始议论纷纷，说我们季家是不是就要倒了？甚至还有人当场打电话给秘书打印合同过来，要和我们季家取消合作。未婚妻松开了拉紧我的手：“季伯常，我心里是爱你的，但是我要嫁的只能是首富之子。你们季家如今这样，我爸妈是不会同意我嫁进你家的。好在我们还没有领证，我们的婚约就此取消吧。”还不待我答复，他又看向镜头，一脸认真：“我郑秀文今天和季伯常取消婚约，从今以后季家和郑家再无干系。”我不可置信地看着未婚妻，心里一抽一抽的疼。就在这时，一个响亮的耳光声让我回了神。我爸打了未婚妻一巴掌：“混账东西！要不是你当初对季伯常穷追不舍，不然凭你郑家的门第，怎么配嫁我季家的儿子？”这下未婚妻装也不装了，她推了我爸一把，我和我爸差点摔倒。我呸！要不是看在你家是首富，我怎么会低声下气的追你儿子？现在你季家都要完了，我还装什么？我告诉你，我郑家和你季家的合作也要取消，你们想着怎么赔吧？村民们眼见我季家众叛亲离，纷纷鼓掌欢笑。我把眼泪擦掉，露出一抹笑意，看向一旁的网红：“你知道诽谤罪判几年吗？”我话音刚落，全场落针可闻，弹幕也愣了几秒，才又飞快的滚动。我靠，我差点被他骗到了，还诽谤，难不成他们村的村民闲得没屁吃来污蔑他们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还诽谤，笑死个人了。我看他是一招从首富儿子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时接受不了，要疯了吧？疯了又怎样？骗了村民的全给我吐出来！看着弹幕，网红也反应过来：“季先生，我知道你今天受的打击大，但做错事就要认，逃避是没有用的。”难得有人说了句公道话，我点点头：“做错了事，确实是要认的。所以你们什么时候给我季家道歉？”李大叔马上开口：“村民们都被逼得走投无路了，你们可不能装疯不认账啊！”此言一出，又是数不清的骂声像洪水一样朝我们袭来。就在这时，我耳边沉静已久的麦克风终于传来声音：“你们这样不分是非的帮助村民诽谤我们是犯法的，还不悔改吗？”网红们又笑了，异口同声道：“死到临头还装什么？要是真诽谤你们，大不了我们就进去蹲局子。”村民们也理直气壮地叫嚣着让我们还钱。我笑了，既然这样，我就成全他们，送他们最后一程。我对着麦克风道：“把门打开，让贵客们入场吧。”因为站在门外的是整齐划分的两拨人，一边是村民们避之不及的债主，一边是让网红犯怵的警察。看到来人，村民和网红都愣住了。上次离开警局后，我一直密切派人关注村民们，果然不出我所料，因为村里准备要拆迁的事情，村民们都飘了，一个个超前消费，什么网贷全部都不要命的花，又是买了车，又是买了房的。结果等还款时间到了，那笔所谓的拆迁款非但没见到，甚至连影子都没了。这段日子，他们整日东躲西藏的，生怕被债主剁手。更让他们生气的是，他们得知当初政府要拆迁村子是因为和我们季家合作，结果我们季家撤资了，项目才不得已胎死腹中。也就是说，他们是作为底气的拆迁款早就不复存在，而他们却实打实的欠着一大笔债务。所以听到我要结婚的消息后，就赶紧找上门算账。可是我季家身为首富，我又是我爸最爱的儿子，我的婚礼是家里头等重要的大事，怎么会让无缘无故的人轻易破门而入呢？我冷淡的开口：“欠的钱确实是要还的，不过不是我欠你们的，而是你们欠别人的。”我话音刚落，站在门外的债主们纷纷冲进来，村民们下意识想逃跑，结果大门被保安紧紧关闭，逃无可逃。
在保安的帮助下，村民们都被债主们擒住。刘大爷看向我，软了语气：“小季啊，咱们都是一个村子的，何必要把事情做绝呢？反正你家大业大的，不然替我们把钱还了吧。”他们不知道，除夕当天我爸没空亲自来发红包，就是因为在促成拆迁的事情。为着那点子故乡情节，我爸哪怕亏钱改造也要把项目落地在村子里。可是村民们却欲求不满，干的全是白眼狼的事。所以从警局离开后，我爸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落地村子的决策，而是把项目改在最经济的地段。村民们本该有一夜暴富的机会，但却被他们亲手扼杀了。听到我的话，村民们心里最后的一丝期待也破灭。网红们也在正愣中被从门外走进来的警察们控制住，罪名是引导网络舆论、人身攻击和诽谤罪。村民和网红们大喊着冤枉，甚至还在叫嚣着我们季家和警察勾结，一手遮天。紧接着，我身后的大屏被打开，清晰地投放了村民们在村子欺压我，在警局堪称影帝演技的超绝变脸视频，以及季家这些年为社会为村民们做的实事。看清一切，网红们和弹幕都疯了。季家真是惨，任劳任怨无私奉献这么多年，居然被白眼狼倒打一耙。什么是活菩萨？什么是黑心人？今天真是开眼了。对啊，季家本来就是好人，没有季家的慈善帮助，我们村子都吃不上饭，孩子都读不了书。越来越多的网友替我们季家声明。与此同时，我爸的秘书再度接到一个电话：董事长，我们季氏集团的股份涨了，市值升了整整10个亿呢。我和我爸皆是一愣，最终在弹幕找到了答案。我有罪，冤枉了活菩萨，我去多买些季家的股份赎赎罪吧。我也要买。我又愣了，网友们这么有实力的吗？这时，刚才还叫嚣着要和我季家划清关系的郑秀文又贴了上来。国长，我心里只有你，我会用生命爱你的，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好吗？我用力把他郑秀文撒开，他还想继续纠缠，被有眼力见的保安拉了下去。刚才议论纷纷要解除合作的宾客们也纷纷道歉说只是一时昏了头，但我爸已经强硬的派人拿出了解约合同。这一回是我季家不要他们。后来听说有些村民们蹲了局子，有些被债主砍了手脚。至于为博取流量没有底线的网红们，也被判了几年的思想改造。听到这个消息，我一点波澜都没有，毕竟一切的一切都是他们自取灭亡。白眼狼终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捕风捉影的人也终究会受到反噬，而我季家作为又1年蝉联的首富，只会越做越强。